时间一晃，距离七大门派攻山已经过去了半个月。七大门派这下彻底服帖，不敢再造次。二蛋也在这段时间突破到了炼气2重天，成为龙玄门有史以来修炼最快的新星。我虽然修为还停在1重天巅峰，但通过努力和数不清多少次的失败，终于将青灵伞练了出来。你是谁？这里是哪里？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是这样的，他们都死了，你本是龙玄门之人，为何要救我？因为姐姐那日救了我，爹娘从小就教导我做人要知恩图报。扶我起来，我要下山回朝天门。不行，你现在依旧是重伤，走动不便，这样盲目下山肯定会被龙玄门捉住，到时候性命不保啊！姐姐，告诉我，还有多久才能康复？伤口极其难缠，完全康复的话，至少得大半年。这场行动就是个错误，无数朝天门子弟因为我丧生，我也没脸回到朝天门。姐姐，你是个好人，为什么要跟那些鱼肉百姓的山野恶贼混在一起？是谁告诉你我们是山野恶贼？大伙都这么说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龙玄门的人。要论谁是恶贼，龙玄门首当其冲，现在反而倒打一耙。姐姐，你胡说！要不是龙玄门，我们村子里的人都饿死了，怎么能说龙玄门是恶贼？你们才是。那是因为你们村子出了龙玄门的弟子。小兄弟，你想想，龙玄门不产一粒粮，收个弟子耗费无数，还要供养他们的村子，这些财物从哪儿来？你们一座村子吃饱，就有10几座村子不得不卖儿卖女。我们江湖帮派名声败坏，欺压百姓，确实无话可辩。可我们也是被逼的，若不按时上交龙玄门要的海量物资，便会被血洗满门。就算我们覆灭，龙玄门还会扶持新的门派继续作恶。龙玄门不除，燕北永无宁日。只可惜，这颗毒瘤我们根本拔不掉。你是龙玄门的人，我不想欠你人情，你想得到什么都可以告诉姐姐，姐姐尽力都会满足你。我想学武功。你不是修仙者吗？学什么武功？我觉得无论武功法术，只要有用，都是好东西。姐姐，你愿不愿意教我？你这话说得不错，修仙者自视甚高，看不起练武之人。可是这一战，死在我们手上的修仙者不计其数。既然你有这样的觉悟，那好，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就传授朝天门武术给你。一是对敌的朝天剑法，二是身法游云步。在木婉儿的指导下，我很快便将这些招式熟练掌握，日子就这样又过去了半年。这半年我把黄龙丹当饭吃，修为顺利来到炼气2重天巅峰，和二蛋一样了。为了不暴露修为招惹麻烦，我一直在吞服一种隐藏气息的灵药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是个天才。这段时间，我彻底参悟了药理，师傅十分惊喜，当即赏赐了我几张高级丹药的丹方，其中就有我日思夜想的和气丹。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小涵涵，过来给姐姐捏脚捶背。哎呀，小涵涵，你要是不这么想，姐姐就义无反顾嫁给你了。聪明，脾气好，还会照顾人，姐姐真不想走了。那就不走啊，我还要继续跟姐姐学武功。你太聪明了，只不过半年，姐姐已经没有什么能教你的了。等你慢慢长大，你的功夫肯定比姐姐强。这些日子，姐姐的伤也彻底好利索，是时候离开这山洞，返回朝天门了。非走不可吗？长辈说从小看大，小涵涵你模子不差，有修为有武功，长大了绝对会招姑娘喜欢。
姐姐，白日忙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感谢你半年来的教导，舒涵定不会忘了你。这是我送你的3瓶灵药，一瓶是清灵散，可治百病；一瓶是回春露，能对抗衰老；另一瓶是净玉丸，固本培元，延长寿命。下山的地图我画在背面了，一路平安。那天的我同时明白了，什么叫心的悸动，什么叫仙凡有别。凡人在这苍茫世间中，宛如过眼云烟，朝生夕死，可仙道却会长生永存。这套朝天剑法，后来每一天我都未曾落下过。5年苦修，我吞服了无数合气丹，修为已经远远超过2丹的炼气5重天，来到炼气8大天的层次。不过，因为我一直在吃炼气的灵药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只是炼气2重天。这5年，我已经参透了2长老所有炼丹技术，并且将12种丹方全部融会贯通，成丹率甚至要超过师父本人。师父十分惊喜，称我为千年不遇的奇才。可只有山谷中掩埋无数被炼毁的药材之物。我靠的不是天赋，是勤奋。接下来，我开始接触制符炼起遗图。符箓十分神奇，可以把法术以符箓方式记载储存，运用时可以瞬发，威力十分巨大。符箓不似丹药那么复杂，可是对阵纹构解和材料要求很高，导致符箓比丹药还有稀缺。不过这个缺点在我这里不是问题，只要凑齐1副材料，我便拥有1000万符。师父看我最新研究符箓，便赐予我一张高阶的火神符傍身。据师父所说，这枚火神符耗材巨大，制作困难，他老人家也不敢轻易炼制。不过威力倒是十分可观，足足有炼气12重天修士全力一击。有无穷无尽的合气丹，修为提升只是时间问题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全心全意投入到符箓制作上。我打算制作成百上千张火神符，当做危急时刻保命的手段。通天石又亮了。目前门派20岁以下最接近炼气6重天的是尔丹。大头哥，兄弟我已经到炼气6重天，不日就要出发去天玄门。山高水长，不知何时再见。这一杯酒，我敬你。我们一起来龙玄门已经5年了，不知道家里现在如何？大头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掌门说可以先带我回梳妆一趟。你和狗蛋有东西或者信件，可以托我捎回去。叔叔婶婶我也会托人照应。你和狗蛋就安心在门派修炼，争取早日去天玄门跟我会合。我和大头哥哪有你这么逆天？5年时间就修到了6重天，我现在还在3重天打转，不知道能不能在20岁之前修到6重天。没事的，我走后，掌门说资源会倾斜到你头上，你肯定很快就能修到6重天。以后我在天玄门得空，也会烧些丹药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快点来啊，省得我一个人在天玄门寂寞。你就嘚瑟吧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是给家里的信，和3瓶延年益寿的丹药，还有大头哥，你这是？
这是师父给我的火神符，直接使用可抵炼气12重天修士全力一击。此次山高路远，万一有危险，可以傍身。我在龙玄门有师父的罡天4级剑阵守护，十分安全，用不到这张符箓，赶紧给我收下！别以为去了天玄门就可以不听哥的话。我在天玄宗等你们。那是火神符。师父，擅闯龙玄门禁地，日后你没我命令，不许出谷，不许跟龙玄门弟子接触，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谷中。若让我再次发现你偷偷出谷，老夫把你逐出师门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这道禁制就埋在你身体里，一旦你出谷，你就不再是我的弟子。罡天4级剑阵立刻出动，将你斩杀，绝不留情。难道我就要一辈子困在山谷中吗？有本事你破了为师的禁制，没这个本事就给我一辈子待着。那晚的遭遇一直萦绕在我心中，挥之不去。我交给2弹药瓶的碎片怎么会出现在后山禁地？后山禁地为什么会出现火神符的痕迹？掌门不是应该护送门人去天玄宗吗？你可知这里是我龙玄门禁地，擅闯者死。为什么出现在后山？这些问题让我明白，在那片黑树林中隐藏着深层的隐秘，但我必须足够强大，才能去探究。我向师父请罪，彻底打消了出谷的念头，就连狗蛋寻常的拜访也拒之门外，安心跟着师父学习制服炼气之术。1年内，我终于学会了火神符的制作方法，并向师父软磨硬泡得了一套制服材料。于是，我放弃了关于禁地森林的一切杂念，开始废寝忘食，投身于火神符的制作中。花开花落，春去秋来，药田里的灵药长了一波又一波。又一个5年过去，我来到了20岁。5年过去，我一直没有扔掉那晚捡回来的药品碎片。我明白，要想知道答案，就必须到天玄宗看看。怎么可能呢？这10年来师父的教导，弟子感激不尽。可燕雀尚有鸿鹄之志，弟子想离开这山谷。离开山谷，你有什么打算？通过龙玄门通天石考核，前往天玄宗继续修行，请师父成全。不行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山谷中。弟子不知师父这话是何解。师父当年说过，我若能破开您下的禁制，就能让弟子出谷。不瞒师父，今日弟子已经炼气12重天，师父的禁制，弟子抬手便可破解。哇，看来当时宁老头鉴定错了，你绝不是武灵根。你可以出谷，可以加入更高深的门派，师父都让你去，可是你绝不能去所谓的天玄宗，绝对不能。师父只有你一个弟子，我一身技艺都压在你身上了。弟子不明白师父的意思，天玄宗不就是更高深的仙门吗？娃儿，没有所谓天玄宗，懂吗？没有。要说到这丹方为什么能打动龙玄老贼，就必须谈龙玄3转神功的致命缺陷。龙玄3转神功的致命缺陷？龙玄3转神功，我不知那老贼从何而来，这绝对是旷古绝今的功法。不过修炼此功法之人，若是长期卡在瓶颈，周身法力便会在境界瓶颈处不停回返，最终极度压缩的法力会在经脉丹田炸开，落个身死道消的下场。龙玄老贼天赋并不好，
勉强筑基之后，就卡在初期30多年，再无寸进，眼看着就要被功法弄死，结果被白家传承的禁忌丹方所救。这丹药名称叫做补阙丹，先祖曾经混迹过魔道，从魔道功法中领悟出这丹方。补阙丹，这丹药最大特点就是能给予服用者一定时间的天赋提升，提升程度取决于主药的品质。至于这主药嘛，便是20岁以下修炼与服用者相同功法的人，并且需要更多10岁以下儿童做药引。难怪七大门派在龙玄门建立后，突然做了贩卖儿童的买卖。这世间竟有如此伤天害理的丹药！龙玄老贼来到这燕北，已经不知道炼出了多少补阙丹，很多被他拿去炼药的娃娃都是吃了我合气丹成长起来的呀！若不是我，也不会那么多娃娃遭难，都是我的罪孽啊！难怪师父第一次见我，说我十分幸运，原来根源是这个。师父，这份罪孽并不全在你，根源在龙玄老贼。感谢您能把这一切告诉我，您日后保重。弟子若是能安然回来，再来叩谢师恩。孩子，你要去哪里？龙玄门，通天石。为师跟你说这么多，你没听见吗？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他现在最少也是筑基初期巅峰，你万万不能去。师父，您曾告诉我仙道无情，不要为他人的生死影响自己。弟子并非不懂，可是二蛋和狗蛋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兄弟，我如果彻底无情，跟龙玄老贼又有何意？这样的仙道不修也罢。他龙玄老贼杀我兄弟炼丹，我绝无可能放过他，不然舒寒无颜再见舒庄父老乡亲。我鉴定的5灵根废材居然也能达到6重天，简直见了鬼！管他呢，肯定是二长老给他开的小灶，肯定用了不少灵药栽培。二长老那老糊涂，5灵根都愿意培养，还不都便宜我们几个老朽了？走吧，该出发了。掌门，以后我们也能有如此飞天能力吗？当然，天玄门可是个好地方，御剑飞行不过是最简单的门道。掌门，师父曾说筑基期修士可炼制本命法宝，弟子对此十分好奇，请问这把飞剑就是掌门的本命法宝吗？听说掌门当年就是用这把飞剑击溃7大门派3000人。这把飞剑名为血魄，确实是老夫的本命法宝。听说本命法宝跟修士性命相关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掌门是否有这回事？小伙子，你还是知道不少，二长老没少教你啊。不过想损坏老夫这把血魄剑可没那么简单，这把宝剑由一整块血阳妖金铸成，老夫留在体内温养50多年，早就无坚不摧了。本命法宝需要适应自身功法，听师父说龙玄3转神功是世上罕见的功法，不光法力雄浑，筑基期之上更是有神鬼莫测的法术。掌门能否给弟子们讲解一番，这神功筑基后的法术到底有何等威能，也让弟子们以后有个期待。连老家伙真这么夸赞？说到这套神功，筑基期最强大的法术便是连同本命法宝一起使用的。小子，你是在套老夫话吗？弟子万万不敢，只是仰慕掌门今天修为，不禁好奇询问。谅你也不敢。掌门大人，我们已经到天玄宗了吗？天玄宗？你不知道这是哪里，可以问问你的兄弟，我想他应该是。回禀掌门，此地我当然熟悉，毕竟您当年在这里追杀过一次。此乃龙玄门后山禁地。不是去天玄宗吗？怎么又回龙玄门了？掌门追杀大头哥又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可知老夫为何带你们来这片禁地？无非就是你死我活罢了。掌门大人，我知道你还敢来？你小子是故意找死吗？不来，如何避开龙玄门所有长老弟子，单独向掌门请教？常听于天成和书圣说你聪慧，真是令人笑掉大牙。你想以炼气6重天搏杀我筑基期，是痴人说梦。大头哥，掌门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
狗蛋，等会儿一旦动手，你立刻跑出这片密林，留在这只会给我徒增负担。不错不错，极品法器。二长老那老糊涂真在你身上投资了不少，还有什么底牌一并亮出来。等会儿别怪掌门不给你展示的机会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以为用烟雾遮掩我的视线，我的血魄剑就锁定不了你吗？给你上一课！我被修仙者运用法宝全靠神识锁定，一会儿我视线根本……这烟雾居然能干扰神识，了不起！竟能发现法宝是神识操控，研制出了应对之策。看来你是有备而来，不过没用的，老夫神识远超你，在这片环境中，老夫就算锁定不了你，你也无法对付老夫。乖乖认命吧。是吗？铠甲法宝，火神符。求术，瞬间催动极品法器，还瞬发时刻过去，这小子绝非看起来那么简单。难缠的小畜生，幸亏删减了龙玄三转真功上面的高阶法术，让他功法手段欠缺，不然还真颇费手脚。御风诀，终于露出破绽。火神符，爆！少之符近距离爆炸，就算你是筑基楼，我得肉脱层皮。不好，还有2层防御。大爷，筑基期老鬼果然不好对付。这小杂碎哪来这么多高阶火符？老夫的白龙盔都快被炸坏了。小东西，你不是想知道龙玄三转神功记载高阶法术是什么吗？老夫这就让你死的瞑目！终于来了。小东西，你可知龙玄三转神功最大特点是什么吗？法力充足。难道龙玄上人分出2道分身，还能保持原有境界？一个就够折腾你了，3个，这怎么打？既然没办法精准锁定，那就索性将这片区域全部覆盖。既然你龙玄老鬼不在乎法力消耗，我也不能藏着掖着了。这小子的高级符箓怎么没完没了？白老头到底给了他多少符箓？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不劳二位，我去看看后山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就有劳二长老了。孩子，你一定要挺住，师傅来了！小崽子，没了吧？老夫不信这个邪，你哪来这么多符箓？去，刺中了！不好，毛口去死！金蛇剑，朝天剑法。这小子浑身沾满药粉，就以替身符扰乱我的判断。好小子，倒是想去你了！3转护身。绝不能再小瞧这崽子，论难缠程度，堪比一些筑基初期修士。二长老真是教出了个好徒弟。妈的，替身符也这么多，难缠的小杂碎！崽子，你若想要从老夫手上逃离，还真有很大可能做到。可惜年轻人心比天高，有点手段就不知天高地厚，还妄想击杀老夫。告诉你，在这片禁地中，没有人能击败老夫。难道这老鬼还有底牌？你可知为何是在这片后山禁地？因为这里不光是老夫的炼丹之所，也是布阵之处。老狗，我和你拼了！老狗，要你的命！小东西，还有别的招数吗？都给我使出来啊！黔驴技穷了吧？老东西，我中计了！
去死吧！龙泉老怪休得伤我弟子！你小子怎么把这家伙打成这个鬼样子？这让师傅怎么给你讲和？讲和？老白头，你给我滚开！今日我非得把这小子炼成补缺丹，敢挡我的道，别怪老夫不念旧情，连你一起杀喽！摊上你这个弟子，我也是服了。行，早就忍不了你这龙泉老贼，当日就不该救下你。今日就让老夫的罡天四级剑阵会一会你这血魄剑，看你真是活腻了！罡天四级剑阵虽然神妙不绝，可是师傅依旧是炼气12种了，境界上差了龙轩上人许多，定然不是龙轩上人的对手。哈哈哈哈！今日你们这对冥顽不灵的师徒都给我死在这儿吧！没有人能阻挡我修仙大业，没有人！我们师徒交代在这儿，龙泉老鬼别痴人说梦了！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法力耗尽，底牌进出，还有什么手段反抗？师傅，这老鬼境界比你高，可是他完全忘了师傅您是什么出身。虽然浪费，可就让弟子用您花费20年炼制的秘法了结这老鬼吧，让他见识见识您白家世代传承的劲气。难怪这小子一直不肯丢下那累赘的包袱，原来是里面装的是老白头炼制的秘宝。师傅，哈哈哈哈哈！老白头，秘密炼制2种，到底是什么规矩？今日就让老夫替你收下吧。这么多火神符，糟了，中计了！报！哇，刚才那是什么？师傅，那是1200张火神符。1200张，这常人没有的气血，不管你手中是什么，千万不要被他人知道，不要犯重蹈师傅的当年覆辙。当年若不是我老白家暴露了这本白石炼宝录，也不会招来灭族之祸。你以后一定要切记，不要跟任何人袒露你的底牌。师傅您别说话了，我扶您回药谷。师傅没多少时间了，其实早就没几年活头了。若不是你来山谷悉心照料我，可能我都撑不过这10年。不要让它失传。师傅，我进入龙玄门本是一场灾难，可拜入您门下，是我唯一的幸事。老狗，一定让它活再试试。本命法宝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他确实死了。二蛋，安息吧。哥给你报仇啦！辽国的白龙盔，看来不远了。找到了，龙玄3转神功的全版，这也是残本，只记载到筑基后期，结丹期内容完全没有。不过好歹解决了后面的功法之忧。大头哥，没事吧？刚才的大爆炸是怎么回事？掌门呢？没事的，那老贼已经死了，我们都安全了。你把掌门杀了，他可是筑基期啊！没人说筑基期修士就不可击杀。狗蛋，这一切是这样的。大头哥，你救了我一命，这份恩情，我以后不知道怎么偿还。兄弟之间还说什么偿还？只可惜我当年修为不够，不清楚龙玄门阴谋，不然二蛋也不会出事。以后回梳妆，我要怎么跟二蛋家交代？大头哥，我们一起回村子吧。
我看清了，修仙界不好，我想爹娘和村里人了。他们脚踏实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比这虚假的修炼界真实。是啊，该回去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有些事要处理。20年来，这2个老不死也有参与。大头哥，你浑身是伤，咱不是对手，我带你离开。没事，我自有应对，就等他们过来。罡天剑阵，去！宁老头，好强余波！掌门跟谁争斗，把境地打成这样？以我们探查，万一他们活着，就是找死。我们必须确认掌门是否健在。他要是死在这场爆炸中，我们也必须把补缺丹方给找到手。没有补缺丹，我们如何应对这该死的功法？再过几年，我俩都要被这功法折磨致死。早知道当年就不应该听龙玄老头的话，改修这功法，不然也不至于受制于他的补缺丹。说得轻巧，没有龙玄3转神功和补缺丹，以我们的资质，能修炼到炼气12重天，早就寿元耗尽，一命呜呼了。散开搜寻掌门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书生，书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掌门呢？回禀长老，掌门带我们前往天玄宗途中，遭遇一名筑基修士，对方似是掌门旧敌。掌门顾及我们，不便交手，便将我与书圣送至后山，让我们离开。可我们尚未跑出密林，就被热浪击晕。醒来后，只找到这个大坑，掌门的血魄剑似乎就在坑中。你们俩最先进来，有没有看到跟掌门交战之人在何处？弟子不知。爆炸后，我们便没在林中看到任何一人。同归于尽了吗？掌门血魄剑留在此处，储物袋肯定也在周围，必须找到丹方。大长老、三长老，你们在寻找什么？掌门的尸首还是储物袋？尸首的话就不用寻找，早就化为灰烬。至于储物袋，侥幸被弟子捡到。罡天色级剑阵，死！都别慌，你们过来仔细看看，坑中的尸体是不是你们熟悉的人？志恒师兄，刘师弟！狗蛋，告诉他们真相，让他们散了吧。没有筑基期修士坐镇，这里迟早会发生当年7大门派攻山事件。好，龙玄门从今天起不复存在了。我将师父葬在了山谷中，本打算在这山谷中守墓，顺便冲击筑基期。可不管我吃多少和气丹，都感觉难以撼动瓶颈分毫。我隐隐感觉方法不对，在师父书房翻遍了关于筑基期的资料，然而对于如何冲击筑基期却一无所获。看来不能在山谷中守孝了。龙玄3转神功已经开始警醒，若困在此境界太久，最终会经脉炸裂而亡。看来还是有必要去真正的修炼界闯荡一番，寻找筑基之法。我将黑罐安置在储物袋中，并将山谷中每一类药材都存上一点，和师父做了最后的告别。师父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将来一定回来看你。大头哥，弟子们都遣散送走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好。诸位绿林好汉，在下书涵。现如今龙玄门已经解散，不会再欺压诸位。诸位为何不能放下昔日旧怨，非要半路截杀我等？仙长见笑了，我等并非截杀仙长，
只是想请仙长来我们朝天门一叙，共商一统燕北江湖大事。我和我兄弟离家10年，思乡心切，不愿掺和你们江湖帮派之争，麻烦兄弟行个方便，让我们离去吧。仙长真爱说笑，我朝天门给您的待遇，哈哈哈，难道比不上山野乡村？您若是思乡心切，我也可以帮仙长把你们山村之人全部接到朝天门。本以为算是7大门派中的名门正派，不做龌龊之事，可没想到你们的行径跟恶狼帮那群恶贼无异。也罢，我们兄弟俩就跟你回朝天门，见一见今日的朝天门与往日有何不同。大头哥，跟这些刁蛮山贼有什么好谈的？直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朝天门有我熟人，去见见也好，相信见到他，朝天门便不会为难我等，我们也不用出手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请。在下朝天门左叶堂堂主向作风，请问仙长是几重天修为？在下也好向门主引荐二位。我们都是6重天修为，那真是了不得，门主定会封二位为上宾。若不顺着这些人，恐怕他们早已暗中放箭杀人。向堂主，如今朝天门招揽了多少龙玄门弟子？回述仙长的话，朝天门招揽的仙长并不多，可以说是7大门派中最少的，仅只有5人。2位仙长恰巧赶上了。明日朝天门内将进行比武大会，胜者立为新门主，各方臣服，统御朝天门，并且迎娶穆婉儿小姐。能否带我见见穆婉儿小姐？见是可以的，不过她心情最近比较暴烈，已经被诸位长老联合制服，关在宗门后院中。狗蛋，你先跟她去朝天门见一见龙玄门的师兄弟，我去见一位故人，随后去找。仙长，这是我哥的事，不是你能管的。喜欢吗？大哥哥，你是姑姑口中的仙人吗？是啊，哥哥是仙人。有什么想要仙人帮你的吗？仙人哥哥，能不能帮姑姑打跑那些坏人？那些坏人总是来欺负姑姑。阿莹，过来，快到姑姑这里来。姑姑，我见到仙人了，那位大哥哥是仙人。你是谁？朝天门中没见过你，来这儿干什么？你是婉儿姐姐，好久不见。看来这10年间，你没有疏于武学，朝天剑法早已真入化境。每当心中有念，便会演练剑招，日日如此，不敢荒废。你这臭小子，10年前还是木讷的小娃娃，现在这么会说话了，不老实。10年前舒涵还是个孩子，10年后婉儿姐姐依旧是少女。这还是多亏了你当年留下的3瓶灵药。姐姐今年29有余，不过还是当年19岁的模样。姑姑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仙人哥哥欺负你了，阿莹揍他，不可以跟其他坏人一样欺负姑姑。阿英乖，不是哥哥欺负姑姑，姑姑只是很高兴。有人时常欺负你姑姑，阿莹，告诉哥哥，他们是谁？来了，坏人又来了。阿莹乖，到房间里去。婉儿小姐，深闺难耐吧？竟然找了这样一个小白脸私会，看这家伙的模样肯定不行。待我江飞宇夺得掌门之位，朝天剑法和你我都会好好照顾的。现在亮一亮你的小白脸，好好陪我练剑吧。江飞宇，今日我不想与你争斗，带你的人给我滚出去！婉儿小姐，你哪一日愿意跟我争斗？不过刀剑无眼，你还是小心接招吧。
让你滚，没听到吗？原来是一位仙长，请恕在下方才冒犯。不过这事乃是我们朝天门内部之事，希望仙长不要阻碍。行，不就是朝天剑法吗？我来陪你练招，不用法术。当真？废话少说，来。狂妄！啊！我的手筋脚筋全断了，快带我去看大夫！舒寒，你变了。变了什么？当年那个舒寒温柔善良，而现在的你刚跟江飞宇照面，你就直接废了他的武艺，这对他来说比死还残忍。这些年来，我确实变了不少，婉儿姐姐。这个世界孱弱善良是没有生存余地的，必须以强克强，以暴制暴。看来你这些年经过不少苦难。来，坐下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你干什么？姐姐找我谈话时，不总让我给你捏脚吗？姐姐当时看你好欺负，那是在欺负你。你真是个小笨蛋。我没想到这么多，不过当时我是心甘情愿，现在也是。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，当年我就应该把你一起带出龙玄门，不至于让你独自一人。姐姐别哭了，我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手刃了那个老鬼。不过我听说，姐姐这些年日子才过得清苦。当年我回到朝天门，朝天门已经是一盘散沙，幸亏大哥在军中支持，当时还能坐稳朝天门掌门之位。可是自从大哥战死沙场，托孤阿莹于我，朝天门便不再听我号令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已经沦为山野强盗。你也看到，我无力再掌朝天门，只是他们争来争去的物品。其实我这次来，还想请婉儿姐姐帮我个忙，我想让姐姐帮我一统燕北江湖，彻底融合七大门派，建立一个稳定的江湖联盟。啊！龙玄门溃散后，七大门派相互攻伐，燕北本是疏寒之地，各地乡亲生活本就困困，让他们这样折腾不休，必然民不聊生。我疏寒虽然没有安定天下之志，但我的家乡在这燕北，燕北动荡，我的家乡也不能幸免，所以我想创造一个稳定燕北，省得日后我远行，心中还挂念。你要远行？即入仙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不久，小弟我就将离开燕北，前往师父口中的大理。以你现在修为，在这燕北已是绝顶，何必离开这里，前往凶险万分的修仙界？功法问题，我只能不停进阶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早年就看出你这个小子不在寻常路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条线路。姐姐是想帮你，而且你的要求也是穆家历代的夙愿。不过我实在没有能力一统燕北。我有就抢。我知道你修为不浅，可是现在七大宗门都招揽了大批龙玄门修士，你一人如何挡得下所有人？你师父不是已经……这个姐姐不用担心，小弟现在一人就可横扫燕北。爹爹曾告诉我，杀百人易，收一人难。你能横扫燕北，可是你走后，燕北失去威慑，肯定又会落到门派相争的境遇。这件事你无法挽回，所以才想请姐姐出面，我隐在暗处。而且我走后，我兄弟也会留下来，帮姐姐震慑遗留的修仙者。这样确实可行。顾婉儿，无故废我朝天门首席弟子，速速将凶手交出来！是何书的人？你方才废掉的江飞宇，就是他们一派最杰出的弟子。按照他们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既然决心一统燕北，朝天门内部反对声音就要一一斩除。何老，你这是何意？调集弓弩瞄准我的庭院，是想抹杀我穆家传人，将朝天门据为己有吗？婉儿，此次并非针对你，而是他。此次刚来我朝天门就废了我的首徒，其心可诛，定是其他门派派来搅乱我朝天门的祸根。赶紧给我闪开，老夫让他万箭穿心而亡。要是我不让你，那就休怪老夫不念及你父亲当年之情，断了你穆家的销。你金弩队，给我放！
请仙长将所有仙长都请来，不计代价，共同诛杀此令。诸位仙长，只要你们杀了他，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。拜见舒寒师兄，请师兄指示。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诸位朝天门弟子，本人舒寒，今日前来就是帮助穆婉儿小姐重整山门。朝天门乃穆家代代相传，却有贼子试图颠覆，祸乱百姓，罪不可恕。今日尔等愿意归顺穆婉儿麾下，我便不追究往日之过。若有顽固者，格杀勿论。此人方才图谋不轨，若其他人还有异心，这便是下场。婉儿姐，以朝天门名义向6大门派递交战书，就说朝天门有意一统燕北，成立朝天盟，让其他各派速速前往朝天门报道。倘若抗命不从，格杀勿论。这朝天门是吃错了什么药？竟然想一起挑战我们所有帮派！我们一共收编了龙玄门遣散弟子58人，而朝天门只收了10人，他们怎么和我们打？大侄女，听说你最近在门派中过得不顺，是不是被那群昏了头的老家伙干了跟我无相阁宣战的蠢事儿？若是如此，朝天门的战书也就作罢吧，就让我们这些老东西带人给你清理门户，将朝天门还于穆家的吧。也算我们这些老东西念及你父亲当年牺牲的人情。诸位叔伯，就别跟婉儿开这个玩笑。朝天门乃是我穆家祖祖辈辈建立起来，还不需要你们给我清理门户。你们的心思无非是想霸占我朝天门，何须谈这些借口？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大侄女，你也不看看，今天你这朝天门在我们6派人马下守不守得住？水云门仙长何在？请仙长出手，给这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一点教训。也请雄鹰教的仙长一同出手，不相阁也是。高贤侄，贵帮收编仙长最多，此时不请出来威慑一番，更待何时？叔伯们已经请出30多名仙长，就不劳我恶狼帮仙长动手了吧？哼，贤侄，你不出力，到时候攻下朝天门，我们5派可不允许你恶狼帮分割。叔伯年纪都大了，小辈怎么好意思跟长辈们讲？大哥，我们真不出手，要是被6派排挤，到时候攻下朝天门就真的跟我们没关系了。你看穆婉儿像莽撞之辈吗？这女子不太像。你是说今日之事有诈？尔等凡夫俗子，速速放下武器投降，不然本仙长和众多师兄弟让你们立刻化为骨灰！哼，胆敢小瞧我等，师兄弟们，一起给这些凡夫俗子一点教训！诸位师兄弟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舒寒师兄，我们错了，饶命啊！这是我的过错。当日解散龙玄门，并没有想好诸位师兄弟的归处。既然你们有意重归江湖，不如投到朝天门下，咱们师兄弟也好叙旧。是，全部听舒寒师兄的指示。朝天门策反了这些软弱修炼者如何？你也不看看，我们6派今日带了多少人前来？我雄鹰阁誓死不降！这老头顽固不化，高某先行为仙长将其铲除，而且朝天门仁义广德，我恶狼帮愿意归顺于朝天门，洗心革面，助朝天门一统江湖。恶狼帮帮主，你倒是识时务，难怪能带着恶狼帮崛起。高恒天你可认识？仙长认识家父，
当然认识。当年你爹在雁道山上漫山遍野追杀我，怎么会不认识？你婉儿姐，不是我非要杀你，只是六大派首领不出，手下人难免存有异心，尤其是那个高武山，枭雄气质比他爹更甚，将来必是祸患。你要整顿门派，就一定要这样做，肃清派系，树立威严。我明白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归顺于朝天门下，凡有异心，这便是下场。是。又想偷偷开溜，这还真是你的风格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婉儿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今日要走？我这个盟主也不白当的。是啊，以雷霆手段悄悄肃清派系，又以菩萨心肠安抚好那些龙玄门弟子，我相信朝天门在你的带领下会越来越好。都是这几日你教得好。你还会回来吗？会的，所以姐姐你要保重。阿莹，也要保重哦。我等你。大头哥，怎么了？前面就是村子里，赶紧进去吧。你独自回去吧，我自己在村中，远远看上他们一眼就好。大头哥，你这是……这些年爹娘和小妹肯定已经习惯了没有我的生活。若现在与他们相见却不能停留，只会给他们徒增伤感，让他们为我牵挂，还不如不见。大头哥，你是怕一进村与家人相聚就不想再出来了吧？或许吧。此行前去大云求筑基之法，山高路远，生死茫茫，一去不知多少年，我也不敢保证能在大限来临之前寻得办法。若是见面，我要怎么跟他们说，他们才会不担心？狗蛋儿，哥求你一个事儿，行吗？哥，你尽管说。帮我多多照看父母。大头哥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你和二蛋的爹娘就是我爹娘，前路艰难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好生照料他们老人家。可是我要怎么跟老人家们说？别把实情告诉我，就说二蛋和我被选去了天玄宗修仙，山高路远，今生难以再回来。天玄宗，这和气丹你慢慢吃，千万别修炼到炼气12重天，落到跟我一样的境地。这是哥这年给咱们爹娘炼制的延年益寿丹药，你和二蛋爹娘都有份儿，他们老人家服用下去能延长寿命，强身健体。我家小妹从小最爱美，点点大的时候就爱照镜子梳头，现在估摸着也快要到嫁人的年纪了。这些养颜丹是我专门给她炼制的，可惜在龙玄门没有机会祭出。这是我炼制的极品法器，有了这把剑，龙玄门其他弟子无论修为高低都不是你对手。也请帮我照料下朝天盟，帮助婉儿姐姐稳住燕北。大头哥，一路保重。你也是。这是我家。是小妹吗？算这日子，小妹也已经有16岁了。16岁在村子里已经是闺中待嫁了。舒丽，到姐姐这里来，姐姐这里有麦芽糖。原来家里添了个弟弟，人丁兴旺啊！书生回来了，狗蛋儿回来了，大家快过去看啊！
狗蛋哥回来了，哥哥也一定跟着回来了。舒丽，走，姐姐带你去见大哥。舒涵呢？我家舒涵呢？爹，娘，你们老了。仙道茫茫，人道渺渺，爹娘、小妹还有小弟，多保重。这一年，我翻过凡人口中的天丈群山，跨过宽阔江河，走过寂寥无人的荒地，终于坐船顺流向北，来到了大云边陲的一座小镇——青山镇。这一年，我的修为并未有寸进，筑基瓶颈依旧如天前。不过1年多云游四方的见识，倒是拓宽了我的眼界。有了灵石，何愁不能提升修为？是修士。什么人？2位道友稍安勿躁，在下刚入大云，难得见到同道中人，于是点了一壶浊酒，请2位道友共饮。原来是道友，道友有何指教？请坐。在下舒涵，炼气9重天修士，见过2位道友。在下谢明，炼气11重天修士。在下康文广，炼气12重天修士。原来都是前辈啊，晚辈失敬。哪里，同是炼气期，都平辈相称。只不过看舒涵道友年纪轻轻，居然有9重天修为，定然天赋不浅。不知道友从何而来，来这大云有什么打算吗？在下来自大燕，2位道友可能未曾听闻一处偏荒之地，感觉还是来大云对修为更有意愿，说不定还能得到筑基机缘。哦，道友也是为筑基丹而来。这筑基丹是何物？难道修士想要筑基，还必须要筑基丹辅助？道友不知筑基丹？见笑了。我的家乡灵气匮乏，许久未见筑基期修士，久而久之，筑基之法就忘却了。无妨，这也不算什么秘密。炼气修士想要筑基，只有2种方法：一是服用筑基丹筑基，筑基丹可以瞬时提供大量灵力，冲击高不可攀的门槛。可这种方法失败率偏高，天赋不佳，可能需要数颗才能成功。第2种就是更为高端的做法，需要一位结丹期修士耗费真元，鼓动天地灵气进行灵力灌顶。这种方法不会失败，且对修士日后修炼大有好处。缺点就是少有结丹期修士愿意耗费大量真元帮人长基。这筑基丹从何得到？需要多少资源才能置换？舒涵老弟，这筑基丹可有价无市，买不到的。筑基丹极其稀有，其中3味主要必须生长在灵泉周围，而且60年成熟。有能力炼制筑基丹，都是大云的仙门，而且仅仅对门派弟子发放。我看舒涵老弟年纪轻轻，修为不浅，找个仙门加入，熬上10多年，定能分到筑基丹。找个门派加入，还要熬上10多年，到时候自己还有那命吗？非得等这么久吗？10多年可不算久，不过要更快获得筑基丹，就要对门派有巨大贡献，或者超然天赋。请问2位兄长，大云仙派招收弟子有何标准？1灵根，一般都是只要3灵根，少数几个大门派还要2灵根，甚至是1灵根。那我这4灵根岂不是没有门派招收？舒涵老弟也是4灵根，2位老哥也是。是啊，不然也不至于在大云四处混迹。只不过为兄很好奇，老弟这4灵根如何这么年轻就修炼到9重天？这实在让为兄好奇啊！祖上传下来几瓶快速提升的丹药，被我吃了个干净后，勉强到现在这个境界。唉，听2位老哥这么说，看来我这一生也无缘筑基了。老弟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其实除了筑基丹，我等散修还有另一条路可走。这是舒涵老弟从偏远地区而来，那边灵气匮乏，自然少见这修仙界的硬通货。这块是石头，长期沉浸于地下灵根周缘，灵气常年累月积攒，便形成这种可供修士汲取灵力的灵石。用灵石修炼不如丹药快捷，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是最佳手段。老哥们说的另一种筑基方式，可否这灵石有关？舒涵老弟说的没错，
其实这灵石也有品阶，根据灵气浓郁度有上中下3品，越高阶灵石越难获得。然而在这3品之上，还有传说中的极品灵石。一块极品灵石所蕴含的灵气量，甚至超过一般的结丹期修士，媲美元婴大修士。老弟不要误会，并非让你去找一颗极品灵石，这种稀罕的东西已然有灵智，可在地下矿脉中自由转移，全大云门派凑在一起都不超过10颗。不过不少幸运的散修在地下矿脉中找到过极品灵石的栖息地，利用残留的阴晕灵气筑基。地下矿脉基本都被大云门派瓜分完毕，不过矿脉广阔，他们时常人手不够，便会聘请我等散修下矿挖取灵石。不少12重天散修都有在矿脉中碰运气的打算。老弟不如跟我们一起组队下矿赚点灵石，大家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2位老哥也想在矿脉中寻得极品灵石痕迹，我还差点功夫，不过康老哥确实到了瓶颈。实不相瞒，这些天有人传出白羽宗所辖天号矿段出现极品灵石游走痕迹，我和谢明正商讨去碰碰运气。然而地下复杂，多一个人就多一点机会。若是舒寒老弟能下矿帮我搜寻极品灵石的痕迹，我定有重谢。若是老弟愿意，这颗下品灵石便是定金，事成后再交付老弟2颗。老弟意下如何？我和这2人并不熟，而且信息极其不对称。倘若这2人有隐瞒忽悠的部分，我也不可能知道。不过听这2人描述，似乎想要筑基，只剩下进矿脉碰运气，迟则生变。定金之事就免了，舒寒跟2位兄长一见如故，这份忙定然要帮，也请2位多多提携。日后说不定小弟我也要下矿碰运气，先积攒点经验也不是坏事。舒寒老弟真当有侠肝义胆风范，这颗灵石老弟千万收下，万一老哥有幸筑基，也不缺这点灵石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一切听从老哥的安排。来，喝酒。白羽宗天子矿脉离这里不远，不过下矿之前，我等还有点东西需要售卖。正好这附近有场交易集市，舒寒老弟随我2人一道去集市上准备物资吧。修仙者的集市，这荒山野岭不像有机会的痕迹。哈哈，我辈修仙者的盛会，自然要防止凡人闯入。这集会的入口就在这座荒山的离卦方向。这青石集会不算大，可是完全能满足我们炼气期修士的所有需求，功法、法术、丹药皆有售卖，甚至只要有充足灵石，还能在这里的炼宝行买到极品法器。极品法器？我只有1套罡天4级剑阵，虽然进可攻退可守，但还是需要几件极品法器提升战力。修仙界财不露白，进行交易时最好隐蔽身份行事，杀人夺宝事件并不少见，舒寒老弟千万要当心啊！谢谢提点。不过就算有面罩，不怕有人稳存吗？这倒不用担心，青石集会出口可以自由挑选8卦方位，其他人根本无法窥探。舒寒老弟，咱们出去后约定在刚才的离卦出入口集合。又是你们，法稿又钻坏了。这些是最新炼制出来的一批中品法稿，随便挑吧。是我这位小兄弟想要购买法稿，他是刚来大云的散修，长老麻烦看在咱们也是老顾客面子上，价格合理一点。哼，又是个生瓜蛋子，你们可真不闲着呀！请问这枚多少灵石？12颗下品灵石。我说老张头，坐地起价是吧？哼，老夫的东西就是这个价。中品法稿要12灵石，最多就5、6颗灵石，你直接翻1倍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要是不够，你们不是乐于助人吗？帮他凑啊！请问这个和气丹值多少灵石？不错，和气丹中的上品，8颗灵石我收了。你们也是老顾客了，多少让老夫也多赚点，不然老夫这张碎嘴就管不住。行，老张头，
我补上。多谢老哥相助，日后这4颗灵石一定及时还上。嗨，你要下矿脉帮我，这点灵石还计较这么多干什么？我们去卖点东西，老弟你先自己转转，一会儿我们会合。刚才那颗灵石估计复制的差不多了。算了算，一刻钟300颗，半时辰1200颗，应该够花了。五毒水，炼气6重天以下的修士沾染，战力立刻损耗大半。这位道友，如果想要，算你便宜点，8颗灵石。白氏炼宝录中记载过7毒水，据说筑基初期的修士沾染到都会法力大降一段时间，要是炼气期修士沾染，直接就一命呜呼。我曾听过7毒水，跟你这5毒水相差多少？道友见识广博，这7毒水便是从5毒水中提炼，提炼中添加2味巨竹稻草而成，效果5毒水要厉害10倍。为何不提炼出7毒水？这样岂不收益更高？道友说笑了，7毒水另外2毒过于稀有，而且1瓶7毒水就要花100瓶5毒水提炼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？120颗灵石。啊！120颗灵石换你5毒水制作配方，外加制作5毒水制作材料1份。另外告诉我另外2种毒物是什么？道友，你这打算抢生意啊？这我可不能卖，我还指望150颗，170颗，差不多得了。170颗灵石，你得卖出多少瓶5毒水才赚？而且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跟你抢生意的，你那点小钱我还看不上。这不合适。不要算了，自己继续卖吧。哎呦爷，别走啊，我卖还不行吗？血山参、邪光花、7毒水制作缺少这2味灵药，可我从未在药典中听过，八成很稀有。1000多道火神符用光后，这1年内我只制作出120道，得尽快配备出7毒水，至少让我在筑基期面前有一定的自保能力。我一直吞服灵药隐藏修为，筑基期修士不仔细查看都无法发现，而他只是一眼就看穿了，那双眼睛有古怪。姑娘是在贩卖一种图术吗？道友很有眼力，不愧是炼气12重天修士。这是我陈家祖传的清明明目术，修炼有所小成，便可看破别人的伪装，大成时可以双目神光道破虚妄，神妙无穷。多少灵石？看道友有缘，10颗灵石卖与道友。就跟我有缘。话说有缘，是你们青石忌讳的口头禅吗？法术不会，但修炼这门法术需要搭配我陈家秘制的清灵明目药水，需日日滴用才能有效。1瓶药水20颗灵石。姑娘，我若想要配方呢，开个价。你买得起吗？姑娘尽可报价，我买不起你自可以不卖。 1000下品灵石行吗？1000灵石换得配方，倒是不贵。可以换了配方，就立刻离开此地。姑娘是在开玩笑吧？1000灵石，不卖就不卖，何必如此狮子大开口？既然道友拿不出，妾身就只能送客了。先给我来几瓶药水吧。 姑娘这就不地道了，这些药水都是掺过水的，功效恐怕不足1/10。姑娘看似文文弱弱，可没想到如此奸商。灵石还我！看来道友精通炼丹制药之术，果然识货。聪明人就有聪明人的交易方法，我换完好的给道友，道友见谅。免了。以姑娘这样生意方式，我可不敢用你手上出产的东西。再会。 陈月华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大哥，1000灵石你想不想要？什么1000灵石？刚才有一小子炼气12重天，想要买我的配方。当我说出1000颗灵石的价格时，他竟然有片刻的犹豫，然后才断然拒绝。这说明这小子身上绝对有近1000颗灵石。也许是被你狮子大开口吓懵了呢。
王大哥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必须得相信我这双眼睛。炼气12重天不足为惧，不过他隐藏着身份，而且走出青石集会，也不知道会被传送到哪个出口。这个我们要怎么解决？这个就交给我，带上你的人在集会外等着。听你这口气，这种事仿佛不是第一次。人家一个弱女子在修仙界闯荡，总得多想点门路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要不，妹妹今晚陪你销魂一晚。你这毒女，我可不敢动。事成之后，我欺你3，不许耍花招。有人跟踪我，该不是那女人想打我的主意吧？凭那女人高超的瞳术，我一定暴露了彩礼。至于青石集会的迷阵，他既然敢跟踪，就肯定有方法解决。看来我不能和康熙2人一起出击府，若是起了冲突，暴露了真实实力，会陷入被动。虽然2位老哥挺热诚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刚好去买几件极品法器。既然来这里买极品法器，气场不能太弱，得营造出一种大门派子弟的豪横气质。这位道友，找不到心仪的法器，有什么需求可以跟我提。我看了一圈，竟然一件极品法器都没看到，你们宝光阁实在让我很失望。道友是想购买极品法器？当然，不然我要这些垃圾做什么？道友，2楼请。在下宝光阁掌柜崔向明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筑基期。在下于天成，见过前辈。此前我想购买一些极品灵器防身，听大堂管事说这些珍宝都藏在宝光阁密室，前辈可否请来一件，让晚辈挑选1、2？当然可以，于道友能光临我宝光阁，真是令我宝光阁蓬荜生辉啊！正好我这里有几件藏品，让小友一观，希望能入得了小友法眼。小友请看，这是8宝麒麟甲，由8种天材贵金属经万次锤炼铸成，贴身穿戴丝毫无碍行动，注入法力可显8色宝光护体，全力催发之下，硬挡普通筑基初期修士的本命法宝一击都不在话之下。这是极寒玄铁盾，顶级防御法器，以整块万年极寒玄铁一体打造，坚固难摧，正面应接筑基初期修士全力攻击，毫无压力，还能释放极寒高光，迟滞对手法力流转。唯一不足便是只能防御正面来敌。本流靴，极品速度法器，日常穿戴便可凭空提速5成，全力催动之下遁速直接翻倍，同阶法器里堪称速度类的顶尖货色。请问贵阁有没有一次性使用、威力巨大的消耗品？至少要超过我手上这张火神符。这道符箓的品质极好，爆发开来足有炼气12重天修士的全力一击。要超过这道符箓威力的一次性消耗品，市面上可是少之又少啊！小友，请看这颗紫雷珠，一旦引爆，足有筑基初期巅峰的全力一击，雷力爆发，神鬼莫测。同阶修士挨上一下，非死即残。小友若是看上了哪一件，尽可以跟我询询价。若是价格超出小友预算，也不必拘谨，咱们可以商讨以物抵差价，怎么划算怎么来。我全都要。小友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些我全要了。前辈出价多少？小友可别说笑了，这上面每一件最低价也超过了1000颗下品灵石，全部加起来没有3500颗下品灵石是绝无可能拿下的。3500灵石，这小娃娃看着廉价化，气度却不凡，怕不是哪个大宗门刚下山的核心弟子。也罢，不如便宜卖他一件，结个善缘，日后说不定还有大生意上门。幸亏家师临行前给我准备了不少灵石，否则还真拿不下来这些东西。前辈，不如这样，5000灵石，桌上这4件宝贝归我，再附带紫雷珠的制作方法，如何？5000！炼气期就有如此雄厚财力，定是某个大门派的核心弟子。宝光阁着实很想跟小友做这笔生意，可是这紫雷珠制作方法我宝光阁也没有。不过看小友不缺灵石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件至宝，小友可能感兴趣。
此乃四象阵列盘，并非法器，而是一种镇宝。修炼界少有人听闻，乃是阵法高人将筑基期修士的法宝阵文化称为镇宝。拥有镇宝，使用者不需要筑基期修为，也能发挥原先法宝的威力。拥有法宝的威力，这样的好东西为什么修炼界少见？镇宝的制作需要消耗一件法宝，不仅威力被削弱，还有使用次数的限制，且催动必须以大量灵石为代价。这对于筑基期修士来说实在鸡肋，只有大门派修士会制作，以供后人防身。若是完整的四象阵列盘，小友的5000灵石也根本不够。不过这件剩余可催动的次数不多，所以小友愿意，我也就忍痛割爱，连同这些极品法器一并转让给小友。前辈还没告诉我这件镇宝的效果，还有，那就是消耗多少灵石。四象阵列盘全部威力发挥，可唤出4象阵纹，排山倒海，重若千钧。但是由于会消耗次数和灵石，我宝光阁不曾测试，具体威力不知。而且这4象阵列盘对灵石的消耗也是颇为巨大，催发全部威能需要一次消耗4颗中品灵石。行，5000灵石，这5件宝贝我要了。小友确定？要不请前辈清点一下灵石？不用，我还是信得过小友的。这5件宝贝，请小友收好。前辈，我这中品灵石储备不多，晚辈还剩1000多下品灵石，能否请前辈给我兑换成中品灵石？好说，市面上普遍200下品灵石兑换1颗中品，1000下品已应是5颗中品。不过小友如此豪爽，我这个做前辈的也不能小气，索性凑2次的使用量，8颗中品给予小友。那真是多谢前辈了。其实，晚辈还有2事相求。小友请讲。血海参、人和邪光花，前辈有没有听过？若是宝光阁有，晚辈想购置1、2株研究。这2株灵药倒是挺少见，印象中宝光阁应该没有库存。不过既然小友有兴趣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市面寻找，1个月内大抵能为小友收集到。那就多谢前辈了。还有一事，就是晚辈在青石集会上被心怀歹意之人盯上，可能会在晚辈出青石集会后动手。晚辈也不是怕他们，只不过不想因为他们而平白无故消耗手中宝贝。前辈能否……竟然有人藐视青石忌讳法规，肯定是那些炼气期的宵小之辈。小友放心，你是我宝光阁贵客，此事本人不会袖手旁观。乾卦，等会儿我先出去跟踪，等他到无人之地，我再放出信号。王大哥，你们立刻带人跟上。此人财大气粗，身上肯定有不少法宝傍身，不要给他反击的机会。怕什么？兄弟10余人，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他淹死了。小娘片儿，说好了，我欺你3，到时候别耍花招。这小子怎么在这里打坐修炼起来？在青石集会上露出巨额灵石，还敢在周边逗留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陈姑娘，别躲在远处偷窥了，有什么事就当面细聊吧。陈姑娘看起来清秀可人，可心地却如此险恶，真是让人惋惜啊。道友切莫误会，我也是恰巧路过此处，而且月华一介弱女子，又有什么歹心？在青石集会上一直跟踪我，还说没有歹心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清明灵木术不可能被12重天发现。我从小便被师父教导炼药制气之术，灵觉早就远超常人。道友还真是不一般，不打不相识，不如交个朋友。月华免费赠送清明灵木术，道友意下如何？别拖延时间了，你的帮手不会来了。你凭什么认为我的帮手不会过来？别说话，你听。小友，前来劫杀的那些宵小之徒已经被我拦住了。不过一番询问后，他们也只是受人蛊惑，罪不至死。念他们修为不易，给了点教训，我也就放了。这样安排，小友可否满意？宝光阁崔向明，
你居然能请得动筑基期的修士！早就知道你这妖女不是好东西，小友闪开，看我直接将她就地正法！多谢前辈出手，不过这女子就不劳烦前辈动手，就交给晚辈处理吧。小友，你若是有这打算，我也不好坏你的兴致。不过告诫你一句话，这妖女可不是一般人，要小为她反噬。公子愿意在崔向明手上救下妾身，妾身无以为报。王后公子若不嫌弃，妾身愿常伴身侧，为公子暖床铺枕，解烦烦忧。我劝你还是离我稍远一点，否则我这飞剑可不长眼。公子太过严肃，既然不想要妾身的身子，那又为何救下妾身？我想要什么，你知道。公子还是对我这药水配方念念不忘啊。不如这样，月华久未经人事，看到公子心痒难耐，若公子愿意陪我在这幽闭森林寻欢作乐一场，妾身就将这配方原封不动交给公子。公子意下如何？你还真不知羞耻，竟然有这种荒淫的要求！动手！发色宝光！耶！凝练气12重天巅峰，故意用美人计乱我心神，当真是不可小觑啊！乔哥，乔哥，你们怎么没一下干掉这个小子？月华，此人不可小瞧，2件极品防御法器护身，我和老乔的突击全被他给挡了下来。不过你放心，崔向明已经走远，他今日不可能活着离开。月华，等会儿你也动手，咱们仨一并速度解决了这小子。2件极品防御法器，日后我们3人筑基都有望了。也罢，这次小妹就破例出手，正好我想亲手宰了这油盐不进的臭小子。3打1，这可不太公平，就让我也找2个帮手吧。你还有帮手？3转分身术，出！居然妄想以分身术来弥补人数差距，我看你也是昏了头。不知道分身术使用会分散法力，降低修为。若是不用分身术，你还能给我们斗上一顿。不是月华，你看，这小子修为没有降低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1分为3，怎么可能不降低修为？4把极品法器组成的剑阵，加上刚才2件防御法器，足足有6件极品法器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？这小子看起来是块难啃的骨头，要不咱们这趟就算了，肯定是哪个大门派弟子。怕什么？纵然他极品法器众多，3个身体共用的是一脉法力，这样对战我们3人，又催动一堆极品法器，肯定很快法力不支。咱们3干了这么多趟活，还会怕了这一个混小子？不是说他至少有1000灵石吗？怎么可能法力不支？哼！你们以为见识了我的底牌，还安然无恙走出这片密林？别开玩笑！我看你们俩的极品法器不错，我就不客气收了。欺人太甚，都没打算抢你了，还打算抢我们？快回来护住我！就是现在！10道火神符都拦不下这和气雷龙。
3转护身罩。怎么可能？这能发出宝光的法器不是在分身上吗？这是什么分身术？居然可以随意分化！这小子真不好惹，你看，他分身成3，还操纵6件极品法器，现在依旧面不红气不喘。咱们估计不是对手，还是找空隙撤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可是也不好撤啊，一旦走散，必定会被他逐一击破，到时候想跑掉1人都难。这位道友，再打下去也只会是2败俱伤。咱们本来就没有生死之仇，不如化干戈为玉帛。你们已经出全力了，可是我还没出力。实话告诉你，能站到现在是我故意为之。我想检验一下我的分身术以及自己的实战能力。你们3人只是瓮中之鳖罢了。废话少说，拿命！如果我说将清灵明目法术和配方都免费交给道友呢？道友方才拦住了崔向明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套法术和配方吗？你交给我的东西我可不敢动，还是从你尸体上扒来更安全。道友可否再退一步？我愿意落在道友手上任凭发落，储物袋也是可以奉给道友。只不过我这2位哥哥的法器，道友万万不能收取。我们兄妹行走修炼界，招惹了不少仇家，没有这2件极品法器，他们俩的命也朝不保夕，还望道友海涵。这蛇蝎女子真救2人，有希望。当年妾身从一户农家走出，来到一座没落的山门修行，多亏2位哥哥的照料，才能安稳成长。然而我们的师傅却是实打实的恶魔，见妾身有几分姿色，还没等到成年就把魔掌伸到妾身上，夜夜羞辱。妾身那时早已生无可恋，幸亏2位哥哥怜悯妾身，暗中出手诛杀了那禽兽，才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如果今天用我一命能换2位哥哥安然离去，月华定当感激不尽。以后给道友为奴为徒，绝无怨言。月华，我承认，你说的话打动了我，或者说，编的故事打动了我。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你说的只是片面之词，没有真假定性。在场唯一的真的东西，就是我现在捏着你的命。在这个世界，胜者即是正义。要么你们全身财产加你1人换他们2条命，要么都给我去死！舒寒老弟久等了，老弟可在集会上换到心仪的宝贝？我手上灵石不多，在这集会上就是开开眼界，并没有灵石购置什么宝物。一开始进入修仙界都是如此。舒寒老弟跟我2人下矿后，就能从白羽宗手上得到10颗灵石的报酬。其实我有些不解，他们白羽宗雇佣散修下矿，不怕散修挖到灵石后中饱私囊吗？人家大宗门敢雇佣散修，自然有解决方案。这么多年，几乎没有人能顺走灵矿的灵石。他们是如何做到？不会检查储物袋吧？就是储物袋岂能随意给别人检查？其实下矿之前，我们都要过上一道祭灵法阵。这个阵法会记录你身上还有储物袋的灵力信息，等出矿交完灵石后，再过检验一次，2次相符便可通过。否则就要彻查全身和储物袋，来验证是否偷带灵石。那如果我不带出灵石，就在矿下用开采的灵石修炼了。这祭灵法阵也同样会记录修士本体灵气，如果下矿后灵气与之前差异过大，就会被认为窃取灵石修炼。不过少有人这样做，毕竟灵石主要是补充法力，对加速修炼的作用远比不上丹药。而且矿下生活艰苦，又有危险性，很少人愿意长久停留。今日我们在这青石镇休整一晚，明日就去白羽宗的天字矿脉。正好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友需要等候。还有同行人。老哥，这老者是什么修为？可不能冒犯他老人家。白羽宗骆长老，筑基后期超级强者。筑基后期？楚若琳。还不过来，小心被其他下落的修士砸中！参见前辈，这里有163条矿道，在更下方又有无数分支，纵横交织，连成一片。这张图你收好，千万不要在其中迷路，没人会去救你。不管你在下面待多久，想要获得报酬，就必须挖到100颗灵石，连同这地图交上来。听明白了吗？这地图怎么用？你没有用过巨简？不好意思，前辈，他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下面就由我来教他。用法力灌注，地图自然会呈现。
若无这地图，困在下方迷宫般的坑道中，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出口。想要挖到矿石，就要去坑道的最下面分支，那里是被人新挖出来的，最可能挖到灵石。你们两个跟紧我和老谢，千万不要走丢了。这里原本是一处灵石腹地，当年宗门弟子都来此开采灵石，年深日久，就挖成了这么大的矿洞。你之前说这矿脉里曾有极品灵石现世的传闻，这极品灵石要怎么分辨？怎么，你有兴趣？这灵石嘛，其实很好分辨。寻常灵石都分5型，木属性灵石泛青光，火属性灵石泛红光，其余属性也各有对应光色。唯独极品灵石不同，它内蕴完整的5行之力，所以留下的踪迹是5色华光。只要在矿洞里找到5色灵光的痕迹，那定是极品灵石留下的。原来如此，这个先不急，咱们先把每人份的灵石开采够数，再谈寻找极品灵石的事。前面就是没被开发过的坑道，空间更窄，咱们4个人挤在一处，反倒不利于开采灵石。这样，我带舒涵老弟一队，老谢，你带小林一队，咱们分头挖掘，效率也能高些。舒涵老弟，这灵石矿的岩质坚硬得很，必须持续用法力催动法镐才能有效凿开。但这玩意儿特别耗法力，你先歇着，咱俩交替着来，轮着开凿，轮着调息。真要是遇上什么突发情况，也不至于2人都耗空了法力，没个应对的余力。也好，就听康老哥的安排。舒涵老弟，咱们可真是选对路了。这条矿道竟然出了这么多灵石，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啊！你哪里知道，这一大半灵石都是我偷偷从储物袋里拿出来凑数的，得赶紧把这开采份额的任务了结，好专心去找极品灵石的踪迹。康大哥，我们已经挖够200多颗了，宗门任务早就完成了，要不咱们趁着功夫找找极品灵石，说不定能碰碰运气。我们这边的份额是差不多凑齐了，可老谢那边还没传信儿过来。舒涵老弟，你小子天生带财运，次下钻都能出灵石，手气比我好太多。你再辛苦开钻一趟，这趟完事儿，不管老谢那边怎么样，咱们都撤，怎么样？行了，老弟，歇会儿吧，我们这边的量也差不多够了。没事的，谢老哥，我不累。哪有下矿不累的？这活儿不光耗力气，还随时有性命危险。宗门就给这么点灵石，简直是拿我们的命换钱，吸我们的血。能稳拿10颗灵石的酬劳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这么拼命赚灵石，拿到手之后打算干什么用啊？不瞒老哥说，小弟在老家有位道侣，我就想多赚点灵石回去，分一半给他修行用。哎呦，还是个情种啊！那老哥问问你，跟人家双修了没？等我回去就想你那婆娘了没？想啊，哪能不想？那哥今天就送你回家见你婆娘，好不好？老哥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这里离我老家少说也要半个月的路程呢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看，你身后是谁？老弟啊，对不住了，以后要是碰到你那道侣，哥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。行了，舒涵老弟，看你法力也耗得差不多了，过来歇口气，咱们也该走了。总算不用挖了，
咋了，老弟？我看你自打进了这矿脉，就天天盼着走，莫不是想家了？家中皆是凡人，我外出前早已把诸事安排妥当，只是偶尔难免会有些挂念。对了，老弟，老哥问你句掏心窝子的，你有没有跟女修士双修过？啥？这个还未曾有过。哎呦，那可太可惜了，你是没尝过那滋味。你这年纪小，但凡尝过一次，保准天天都念着。没这么夸张吧？修仙者当以修炼为重。你呀，真是个木脑袋。老弟，快看，五色灵光，是极品灵石。康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极品法器，炼气12重天，你竟然隐瞒了修为！我本以为初入修仙界，有幸遇到2位好心人，没想到竟是一对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说，你骗我下这矿井，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极品灵石，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说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！舒寒老弟，饶命！刚才为兄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玩笑？那你觉得我现在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糟了，还有那个灵纹光。老康，你慌什么？我这边得手了，顺顺利利把这傻小子炼成储物尸体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饶命！舒老弟，饶命啊！回答我，你们把我们骗进矿井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是一门特殊的储物炼制方法，把人的丹田炼成储物袋，这样让祭灵大阵看不出端倪，他们也不会详细检查死者。把活人炼成储物袋，你们这般禽兽行径，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。师父临终前的告诫果然没错，闯荡着修仙界，最不能轻信的就是人心。这些也不知道是害了多少个初入修炼界的傻小子所得。我遇到了2个很好的老哥，马上就能赚取灵石，回去娶你。林兄弟，等我出去后，定会拜访你的家乡，将这些血和你的尸体交到这名女子手上。所谓极品灵石的踪迹，可能是康文广引诱我下矿的借口，还是先出这矿脉，寻找其他筑基机会吧。五彩华光，难道真是极品灵石？
诸位前来矿脉的蝼蚁们，看到你们众多人热衷于寻找极品灵石的踪迹，老夫甚是欣慰。特此大发慈悲，给你们一个得到极品灵石的机会。但请注意，能得到极品灵石的人只有一个，也只有这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矿脉。杀光这矿脉中其他231号人，你就是赢家。所以，尽情享受这场杀戮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大家这样相互戒备，是不是太不讲究了？咱们怎么能中了这老头的计？不如联合起来，一起打破刚才的五彩壁障，逃出去。我觉得不太行，不如咱们这个矿洞的所有人结盟，至少不是孤军奋战。那老头说了，最后能留下来的只有一个人，盟友之间难免会互相猜忌，这种松散的关系反而更加不确定，更加危险，还是先躲起来。拦住他！这小子想要自己一个人溜，不愿意跟我们结盟，就不能让他落入其他人的联盟中。咱们一起先诛杀了这小子再说。一个炼气11重天，3个炼气10重天，一个9重天，不好对付。谁敢偷袭我？早看出来你们心怀不轨，幸好老子后脑壳结实，不然就着你们的道。不是我没有偷袭你，肯定是你们其中一人。一路走来都没有其他人，妈的，搞背后偷袭，这样的人不能结盟，先杀了再说。以现在这种情况，还是不要往矿脉中央靠近为好，到时候搞不好就腹背受敌，就算法力通天，也扛不住一群人的围攻。自己刚来这大冶，怎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？必须好好盘算下，这种情况要怎么活下去。节约可以对敌的资源，能用法术法器对敌，绝对不用消耗品。隐藏自己，游荡在主战场之外，等其他人先行消耗，修为外放，震慑心怀不轨之人，避免战斗。对，就这么办。滚！小友好雄浑的法力，难怪可以一声喝退炼气10重天修士。既然碰到了，现在不动手，之后也肯定会在中心战场上遇到小友。不如现在就决出胜负吧，省得以后麻烦。筑基期修士，前辈就请放过晚辈吧。晚辈修为短浅，说不定晚辈之后根本不需要前辈动手，就死在了其他修士手上，根本不用前辈费这个心啊。气息3倍于普通炼气12重天修士，老夫觉得其他修士难以威胁你。既然都被前辈看穿了，晚辈也不好多说。只是动手前，晚辈希望前辈了解，晚辈曾经击杀过一名筑基期修士，前辈执意要动手，晚辈不会像前辈想象那样好拿捏。哈哈哈哈！区炼气期修士，还敢妄谈击杀筑基期？小子，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！一分为3，修为未降。小子，今日你不论说什么，老夫必取你性命。报上名来，老夫不杀无名之辈。那不报能不杀吗？哼，说什么你都是死。来这个5色壁障边缘是怕腹背受敌，现在倒好，自己却被这筑基期修士逼到死胡同了。既然避无可避，就全力一搏。好可怕的合击，威力已经比得上一般筑基初期全力一击了。狡猾的小子！
小子，今日不杀你，老夫有何颜面走出矿脉？我操，这是什么法术？来人啊！这诛奸老鬼说要杀了矿脉所有炼气期修士，来人帮忙啊！炼气修士应该同仇敌忾，一起对付诛姬期，不然被他逐一击没，咱们都活不了。妈的，周围都没有其他人的吗？有办法了！谁敢欺负我娘子？死老鬼，我一人不是你对手，可是我夫妻2人联手，就算你是筑基期，也得退避三舍。道侣联手，不过都是炼气期，老夫送你们这对鸳鸯上路。什么？娘子，你让我去搬救兵，你在这里抵挡着老鬼片刻。行，你先抵挡1、2，为夫马上回来救助。姑娘，你这道侣可真是个软骨头，刚才还喊着要同生共死，转头就跑得没影了。若是你们2人联手，老夫或许还要费些手脚，可现在，老夫先擒住你，再把那小兔小子扒皮掏筋，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。对不住了，楚姑娘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点修为上去也是送死，与其2个人都栽在这儿，不如我先跑出去搬救兵。你再说，我总觉得你没那么简单，一个筑基初期的老东西，肯定伤不到你。小兔崽子，等等老夫！等你个死人头！老东西，你自己玩去吧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筑基初期巅峰，不对，是筑基中期巅峰了。我的天，筑基后期，他的气息还在涨，还在涨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结丹境。你们惹怒本宫了，都得死！八宝麒麟甲！完了，我命休矣！有结丹高手光临老夫这矿脉，稀可稀可。不过你这样出手，就影响了老夫布局的平衡了啊！还是请姑娘离开矿脉。让这些小辈厮杀吧。你将极品灵石交付于我，本宫就离开这里。如若不然，本宫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，也要把你给揪出来。小女娃娃红口白牙就问老夫索要极品灵石，就你这忽高忽低的修为，还不足以让老夫真正出手。既然你想留在这里玩，老夫就给你个机会。不过你的修为得给老夫给压下去。你敢！女娃，你还远远不是老夫的对手。现在你的修为只有炼气12重天了，这样才公平。现在传播一条新任务，若有蝼蚁不愿意参加这场杀戮角逐，只需杀了这个白衣女子，老夫亲自送你出矿脉，并且赠送5000下品灵石。5000下品灵石？我黑爪老怪居然有一天能击杀结丹期大修士！喂，小子，咱们俩差点就被这结丹修士给杀了，不如现在放下仇怨，一起杀了这女子，
老夫不再对你动手。正合我意。既然如此，请前辈先行动手，晚辈在后给予掩护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就知道，你这小子没安好心。看来我俩根本不信任彼此，在其他修士没赶来之前，直接决出胜负算了吧。小子，你这提议正合我意。你想死，老夫焉能不送你去？我看到底是谁想死。4颗中品灵石，小子，你这么有钱？老狗，死到临头还浑然不知。4项阵列，给我绞杀！哼，小子，少笑。这小子明明练气气，哪来这么怪异的法宝？快了，只要再支撑片刻，耗干灵石灵力，这小子就无计可施了。小子，灵石用完了吧？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受死吧！你这小子到底是多富有？臭小子！万万没想到，这4项镇连盘威力这么大，居然让一个筑基巅峰强者都无力反抗，而且自己也顺利找到了筑基期的尸首。日后若能出去，身外化身术便有了着落。看来宝光阁阁主说的没错，这4项镇连盘真的没几次可以使用了。小子，你想对本宫动手也行。本宫现在虎落平阳，不仅身受重伤，修为还被那老鬼压制。想动手就来吧，看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前辈，确实是晚辈先行冒犯，不过晚辈被那老者追杀，实在没法子，才想出祸水东移的念头，也是只求自保，还请前辈能谅解。谅解？你明明有斩杀内人的实力，却嫁祸给本宫。这个，毕竟想要在这里保住性命，就得留有手段。反正千万般不是，都是晚辈不是。晚辈不曾想与前辈为敌，也不愿意乘人之危，所以前辈自己保重。晚辈要藏匿一段时间了。等等，你回来！我不回来。不回来就休怪本宫无情，直接出手抹杀你。前辈，你修为被压制了，还这么霸气，自保应该有余吧？就别为难晚辈了。本宫无法对付太多修士，不过杀你一人，还是绰绰有余。没想到，世间还有如此孤清绝美的女子。小子，你今年几岁？叫什么？回前辈的话，晚辈名叫舒寒，今年20岁。仅20就能搏杀筑基期修士，没跟本宫开玩笑吧？我这个纯属机缘巧合。本宫看你为人虽然狡猾，可心地不算太差，实力又不浅。这样，你在矿脉中护住本宫安全，
你辱没本宫的事就一笔勾销。本宫还欠你一个人情，如何？这晚辈做不到。本宫说你能就能，况且也不需要你守护本宫太长时间，只要扛过12个时辰，本宫就能突破这老鬼的禁制，恢复结丹修为，轻易突破这里的壁障，带你一并出去。这能行吗？除了死，没人能拒绝本宫。您老这份霸气不能用来自保吗？干嘛非得用来威胁我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既然前辈都这样说了，晚辈只能拼命保下前辈。在这里，目标实在太大，还请前辈跟我一起转移。本宫专心破解那老鬼给本宫下的禁制，暂时无法动手。你带本宫走。既然如此，晚辈就冒犯了。我们先去那里，先躲上一阵子。小子，你胆敢这样敢对待本宫？哪有人如此这般带人逃离的？晚辈寻思，若是背着前辈，背后是盲区，万一有人从背后偷袭，晚辈无暇顾及；倘若是抱着前辈，且不说男女授受不亲，光是遮挡视野、影响行动，便十分致命。但前辈若是觉得这样不妥，那一切都听前辈的，换个姿态便是。罢了罢了，你还是夹着本宫跑吧。喂，小鬼，你真的只有20多岁吗？观你的心态跟那些几百岁的老古董差不多了。一部分是晚辈从小到大的个性，另一部分就是以前在师门的经历。有意思的小鬼，本宫不收男弟子。若是你能安然保住本宫，本宫可以破格收你为弟子。那真是感谢前辈厚爱了。晚辈也有师父，虽然师父不在了，可是心中依旧敬重，就不想再另择师门。其他人若是听到本宫收徒，欺师灭族也要投入本宫麾下。你倒好，为了一个死人拒绝本宫，那可不行。出去之后，要么你是本宫弟子，要么就是一具尸体，自己选择。前辈这可跟说好的不一样。本宫之前答应带你出去，并未说活着啊，没有人能拒绝本宫，尤其还是个炼气期小鬼。前辈，你不是要破解体内压制吗？这样一直说话怎么专心？本宫体内功法自动破解，跟本宫说什么话有什么关系？况且这矿道中漆黑一片，越看越无聊。小鬼，你陪本宫说说话，讲一讲你这弹指一挥间的20年人生。前辈，您不会是害怕了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本宫会怕这一群炼气期蝼蚁？您稳操胜券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多话。本宫没有。你小点声，别被其他人听到了。其实实话告诉你，我也怕，而且怕的要死。不瞒前辈，晚辈从远方而来，才到大云尚未满1个月，就见识到大云修士残酷的明争暗斗。在您眼中，其他在矿脉中的修士都是蝼蚁，可是在我眼中却不一样，他们都是在险恶地狱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。您不要小看这些人求生的欲望。你说的对，本宫确实有些怕了。诸多法宝无力施展，法术也无力动用。本宫自从修道以来，从来没有遇到修为被压制的情况，这还是第一次本宫需要依靠他人才能活得下去。你最好能忽悠好本宫，不然本宫也绝不会放过你小子。放心，既然答应了前辈，晚辈必然会全力保护。小鬼，你方才使用的镇宝还算不错，不过看上去挺消耗中品灵石的。本宫这里有100多颗储备，你先收下。若是遇到紧急情况，你千万不要不舍得使用，大不了本宫出去送你一件镇宝。前辈，说实话，那件镇宝已经用不了太多次，不需要这么多。前辈没必要拿这些中品灵石激励我，该拼命时，晚辈定会拼命。中品灵石都对你没吸引力？小鬼，你可知中品灵石的价值？这一袋中品灵石，你这一辈子都凑不齐。确实，不过君子不受嗟来之食，我只是想让前辈安心。晚辈并非那种只顾利益得失之人。若晚辈收下这袋灵石，才愿意为前辈拼命，他日也会为更多好处出卖前辈。中品灵石，这种玩意儿我要多少有多少，能拿出点实用的吗？冠冕堂皇，本宫最讨厌就是你这样虚伪的小人。
照这个速度，大概在4个时辰后，五色壁障将会把所有人圈在一个极小的范围，到时候才是真正性命攸关之时。老夫怎么发现这结丹小姑娘还找到了帮手？这可脱离了老夫的本意。现在每个人地图上都将时刻标记这结丹小姑娘的实时位置，只要杀了她，奖励翻倍，悬赏1万下品灵石。杀了那个现在手无寸铁的结丹修士，不光立刻被传送出地底矿脉，而且还能获得1万灵石。先走！我们怎么办？别无他法，只能把他们全杀了。